今天我要用糯米和香菇来做一道素食家常菜料理。端午节快到了，记得上次是前年做粽子，是咸口味的粽子。那时候有问大家想不想看娘惹粽，很多网友回想说很想看。可是去年的端午节我没有分享粽子，一直以为很多香料没办法取得，没办法在台湾买。后来仔细去找，我发现网络上有在卖哦，我就在虾皮买了一些香料。这次的端午节可以好好的来和大家分享了我家乡马六甲的特色料理，就是娘惹粽、牛亚粽。嗨，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Kristin Wong TV， 我是 Kristin 巴拉妈。那现在我们就来用糯米和香菇做这道素食家常菜料理吧。准备600克的长糯米，现在先拿去清洗。糯米我清洗了5、6遍，洗干净了。现在倒入过滤水泡至少4个小时。香菇准备3朵，这是干香菇，先冲洗干净，把灰尘冲掉，再来泡热水。准备15克的腐竹，剪短，泡热水。准备3朵鲜香菇，称了重量是200克。把香菇切成块状，等一下用搅碎机把它搅碎。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素食料理家常菜的食谱。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欢迎订阅我的频道，一定要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素食家常菜料理新食谱了。把鲜香菇放入搅碎机里。盖上盖子，可以来打了。可以了，像这样子。把鲜香菇放入盘中，准备90克的杏鲍菇，切片。把杏鲍菇切一半，把杏鲍菇放进搅碎机搅碎。把杏鲍菇放入盘中，准备50克的素香菇角，把素香菇角切条。爸爸娘惹是15世纪初到17世纪间，中国男子定居在马六甲，和当地女子通婚之后，也就是华人和马来人通婚，生下的混血后裔就是称为爸爸娘惹，男性就叫做爸爸。女性就叫做牛亚，就是娘惹。这些爸爸人呢，主要是在中国明朝或以前移民到东南亚的，大部分的原籍是中国福建或广东潮汕地区，小部分是广东和客家籍。爸爸娘惹文化主要集中在槟城和马六甲这2个城市，我就是住在马六甲这个州。但娘惹们改良过的糕点却被不同的族群这样一直传承下来、延续下来。娘惹糕点也是我回马来西亚的时候一定会买来吃的糕点。糕点有很多种颜色，它们都是用那种天然的植物萃取出来的颜色，像是有9层糕、蔓坚果、红龟果、木薯糕、阿棒糕、蜂窝饼这些等等。除了糕点呢，也有具有娘惹风味的特色料理。娘惹料理就是我会将中式传统的菜肴烹饪技法呢，它是结合马来人的料理特色而产生的一个菜系，流传于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还有泰国等等的地方。娘惹料理呢，大部分喜欢以椰浆、椰糖、棕榈糖来调味，都是马来西亚的特色的调味料。经典的娘惹风味料理有拉萨、欧达、咖喱、肉丸、润饼、沙爹等等。马来西亚的素食拉萨汤底就是用那个圆锥子、拉萨花、拉萨叶、辣椒、椰奶这些香料呢，去做成一个基本的调味和调和，做成拉萨的汤底，再配上面条或是米粉，搭配一些豆芽或青菜。随着不同的地区饮食特性的盛产食材，它会去做一些调整。那这就是娘惹的一些特色的咸食料理跟糕点的分享。
那我们继续把这个素香菇角切条。把素香菇角换一个方向切碎。把素香菇角放入盘中。准备120克的冬瓜条，把冬瓜条切碎。再来切更碎一点。这个冬瓜条我是在台湾的菜市场里面有一间卖糖果饼干的店里面买到的。可以了，把冬瓜条放入盘中。香菇泡软了，把香菇的水挤掉。这个香菇水等一下会用到。把香菇切成块状。把香菇放进搅碎机搅碎，可以了。把香菇放入盘中，接着来打腐竹，腐竹也泡软了，可以了。放入盘中，腐竹要用豆包代替也是可以的。料都备齐了，现在先来炒圆水子，这里的分量是30克，用中小火放在锅子里面，把它炒香。这个圆水子就是我在虾皮上面，就是网络商店买到的。我到了大型烘焙材料行，他们没有卖，所以就在网络上买了。继续把它炒成有点深色。现在靠近闻，已经可以闻到盐水子的香气了。再继续炒，炒到锅子冒出烟了。现在在正常的距离都可以闻到盐水子的香气，就可以关火起锅，炒香了。把炒好的盐水子放入搅碎机里面，要打成粉末状。盖上盖子来打成粉末状。可以了，像这样子粉末状。锅内放入适量的油，大概3汤匙。油稍微热，把素香菇角放进来炒香。有些人说素香菇角是素羊肉，是的，这就是素羊肉，只是它的原型食材就是香菇角做成的素羊肉，所以我都叫它素香菇角。大约炒了30秒左右，你会看到这个油已经冒泡了。再继续炒，可以拿起来看看是不是颜色变成焦黄色，像这样子就可以了，有点微焦了。现在放入香菇，快速翻炒，把香菇炒香。大约炒了1分钟左右，可以闻到香菇的香气了。现在放入鲜香菇、杏鲍菇也一起放进来，继续翻炒。菇类比较容易吸油，我觉得这时候有点干，可以再加1汤匙的油。加完油后继续翻炒。鲜香菇容易出水，差不多炒了1分钟左右，像现在你就可以感觉到它有点湿润感了。我大约炒了2分钟左右，现在放入腐竹，快速翻炒，大略翻炒一下，可以来调味了。豆瓣酱2汤匙。
芫荽籽粉也放进来，酱油1汤匙，快速翻拌。把调味料翻炒均匀后，现在放入冬瓜条，继续翻炒。冬瓜条翻炒均匀了，现在来一些白胡椒粉，白胡椒粉1茶匙，继续翻炒。炒一炒后，现在放入香菇水，大约放2汤匙的香菇水。继续翻炒，炒至水分收干。水分有收干了，现在可以先来转小火试看味道。这馅料口味要偏甜一点，甜味够了，可以再来一些盐巴，1/4茶匙的玫瑰盐，快速的翻炒。炒至现在味道都融合在一起了。可以关火起锅，我们的馅料已经很香了。锅内倒入少许的油，切5克的姜末放进来，把姜末炒香。闻到姜的香气了，现在把沥干水分的糯米放进来，放入1/4茶匙的盐，1/4茶匙的白胡椒粉。把糯米炒香，姜末和糯米炒均匀了，现在放入100cc 的过滤水，继续翻炒。我大约炒了2分钟左右，可以看到糯米炒的过程有一点粘性了，这时候可以关火取出。把糯米稍微铺平，取出2/3的米，剩下1/3放入蝶豆花的水。这里是5公克的蝶豆花，我是在烘焙材料行买的。倒入60克的热水，用小汤匙把它泡在热水里面。它的蓝色素会慢慢的释放出来，因为它很轻，会一直浮起来，所以要用汤匙把它压下去。也可以一面压下去，一面用力的在碗边缘压一压，让这个蓝色素释放出来。让它静置了2分钟了，现在把这个水沥出来。这花还有一点水分，可以压一下。把这个糯米和这个蝶豆花的汁混合均匀，全部都染上蓝色了，可以了。把它取出来。粽叶我准备了20片，煮1锅热水，把粽叶放下去过30秒。现在取出，用干净的布把它擦干。把粽叶尾部比较硬的地方剪掉。准备一些斑斓叶，我已经洗干净了。洗干净后，把水分擦干。这个根部的地方比较硬，先不要。接下来准备大约6公分长，剪成一小段。取2片粽叶，这个朝下，这里比较滑的朝上，把它折起来，有个尖尖的锥体，放上1片斑斓叶，再来放上蓝色的蝶豆花米饭，压一下，可以再来一点，
压一下，接着放上馅料，馅料可以放1汤匙半，压一下。之后放上白色的米饭，整理一下，一面整理一面压，把它压紧。接着左右两侧放上蝶豆花米饭，可以盖起来了。这里整理一下，用食指和大拇指把这个角做出来，右手压下来，多余的粽叶把它折进来，可以拿去绑了。用绳子把它绑起来，绕2圈。我是绑活结，要绑死结也是可以，拉一下，不要拉得太紧。再来包一个，换个比较自己顺手的方式来打结。10颗的娘惹粽都包好了，在下锅煮之前呢，来分享娘惹粽有别于咸粽。就是娘惹粽会用蝶豆花萃取出天然的蓝色，把糯米染成蓝色的，再搭配白色的糯米，包上一些咸咸甜甜的馅料的粽子，跟咸粽的颜色很不一样。蓝白色的粽子看起来就很像青花瓷。馅料的部分可以自行去搭配，但是不可缺的食材就是元水子、冬瓜条、蝶豆花这3样。因为这3样食材呢，可以说是娘惹粽的灵魂。元水子它有独特的那种香气，少了这一味呢，就完全不像娘惹粽的味道了。那蝶豆花呢，也不可以缺，因为娘惹粽呢，就是要看起来是蓝色、白色相间的一个粽子，才像是娘惹粽。那冬瓜条咬起来是甜甜香香的，也算是娘惹粽的主要材料。那么猪肉呢，我就用了这个杏鲍菇来取代，就可以做出素食的娘惹粽了。那现在我们来去煮，先煮1锅水，取一个大锅子，把水煮滚，水已经滚了，把粽子放进来煮，盖上盖子计时2小时。2小时到了，用筷子把粽子取出来。找一下绳结在哪里，把它吊起来，滴干水分。来
来是吃娘惹粽、牛丫粽，这是刚刚我剖开来，然后拍很前面。这是什么？好像马来西亚的味道哦。我觉得满满的都是那个圆水子的味道。自从我学会做这个娘惹粽之后啊，我才发现原来以前小时候吃的味道就是圆水子的味道哎，所以圆水子是绝对不能少的。好好吃哦，好吃吗？是蓝色的，蓝色是放蝶豆花。这边蓝色米饭你应该没吃过，因为你都不是在端午节回去马来西亚，以前小时候没有在端午节回去马来西亚过。好好吃哦！大家如果可以上网买得到材料，可以试试看这种口味的。台湾没有人有卖这个娘惹粽，大家可以试做看看，就可以吃到不同风味、不同国家文化的美食。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分享，大家订阅，还要订阅我的日常副频道，追踪 Facebook 还有 IG。我们下道料理见，拜拜。拜拜，很好吃的，好吃哈，甜甜咸咸的，主要是甜味，甜味很香。